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上期说到，从舵姬的身体里钻出了另一只鬼，原来上弦之六是一对兄妹鬼。接下来，鹰主天元将如何对付这对兄妹二人呢？而炭治郎几人又该怎么办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看着从舵姬身体里钻出来的继父太郎，天元二话不说就直接砍了过去，但没想到敌人的速度更快，并且完全无视了天元，在一旁安慰着妹妹。天元再一次向两人发起了攻击，但继父太郎就这么回头一瞪，两道血痕就出现在天元头上，两人一眨眼就已经进行了第一次的交锋。天元还是低估了对手，虽然挡下了这致命一击，但头部也受到了创伤。看着长相俊俏且身材壮硕的天元，再看看自己，这着实令继父太郎非常的妒忌。原来所谓继夫就是在花街招揽客人的不光彩的职业，而直接以继夫命名的他，从小就非常的不招人待见，并且生活十分落魄，才导致骨瘦如柴。只有妹妹舵姬与他相依为命，所以谁欺负妹妹，他就要杀了谁。一招 AOE 技能直接就覆盖了整间屋子。屋外去安放祢豆子的炭治郎也看到了，这时正好猪头和善意也迟迟赶到，看着两人状态都还不错，尤其是善意还在打呼噜，于是炭治郎便让两人赶紧去支援天元。猪头非常帅气的应和道，华丽的大闹一场，但实际上容易被环境左右的他，不自知的在模仿天元的口头禅。回到屋里，刚才太郎的 AOE 技能被天元挡了下来，并保护了屋里所有人。这样优秀的男人着实令继父妒忌的咬牙切齿。而天元接着补刀，我不但风流倜傥，穿着时尚，行事华丽，并且还有3位娇妻。这些话就像刀子一样插在继父心口上，令他愤怒不已，直接发动了血鬼术飞血莲。为了保护身后的人，天元一击轰在地板上，掉到了楼下去，并叫身后的人赶紧躲起来。但谁知道继父抛出的镰刀竟然还会拐弯，身后的人差一点就被他杀掉了。经过了一轮战斗，天元进行了简单的分析，这对兄妹俩单独斩首一人是不会死掉的，难道说必须同时将两人斩首才能击杀他们吗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天元拿出3枚黑色的小球向楼上抛去，紧接着用日轮刀将其切开，一瞬间便产生了巨大的爆炸。原来这是天元特制的炸药，但可惜舵姬的绸带挡住了爆炸，两人果然是一心同体，看来是真的要同时斩首了。对这炸药的威力惊讶到了，继父再一次称赞天元是个难得的天才，但天元却嘲讽道，连我这样的人都被你们捧得这么高，你们还真是井底之蛙。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厉害的人物，其中有来历不明的怪咖，也有仅2个月就晋升处的奇才，并且还有什么事都做得面面俱到的人，在他们面前自己可不是天才。继父也表示，那为什么你中了我含有剧毒的攻击却还活到了现在呢？天元反驳道，因为我是忍者啊，所以自带毒素抗性。身为忍者是真的，但自带毒素抗性就说的太勉强了。天元只是在苦苦的支撑着。在他这一代，忍者世家兄妹9人，到15岁的时候就只剩下了他和弟弟2人。面对族群的衰败，弟弟逐渐变成了如父亲一般毫无人性的木偶，将所有部下都当作棋子，妻子则只是生孩子的工具，他可不想变成那样，所以便加入了鬼杀队，并且身为忍者随时都可能丧命，但他依旧非常宠爱自己的3位妻子。这条路想要活着走下去是相当艰难的。天元体内的毒素已经快压制不住了，这一点也被继父看出来了，但天元仍然挥动着双刀向他们砍去，一击就分开了2鬼，并一脚将舵姬踹到了天上，紧接着又甩出一堆霹雳弹，直接在舵姬的脸上引爆了炸弹，并趁机又将其斩首。而他下一招也紧随其后，只见其刀身竟然伸长了，砍向继父。原来他竟然只捏着另一边的刀尖就强行伸长了刀身，这得是多大的握力才能做到的啊！但可惜这一下还是被继父挡了下来，错失了这绝佳的同时斩首机会。这下2鬼就更加谨慎了，而毒素的蔓延也让天元快撑不住了。就在这时，猪头和善意破墙而入，背着豆子的炭治郎也从天而降。这一次几人有了足够的实力，不会再让天元也孤军奋战了。看着只是来了几个跑腿的，继父完全不放在眼里，并且对自己有威胁的柱已经身中剧毒。天元同样也知道眼前的状况，但依旧斗志满满，并声称几人都是他的继子，个个铁骨铮铮。在这一刻，炭治郎仿佛看到了炼狱大哥。紧接着谈话结束，对战正式开始。刚一交手，善意就将舵姬击飞了出去，准备联手猪头对付他，并且要让他向小侍女道歉。而继父就交给了天元和炭治郎。但刚一照面，继父一眨眼就杀到了炭治郎眼前，便要一刀刺穿他的喉咙。好在速度上天元也不会落后，一把将炭治郎扔飞了。
炭治郎没想到自己的参战反而拖累了天元，而紧接着楼上的绸带攻击突然也冲着天元进攻了过来。原来舵机可以共享继父的视野，这样两边的战斗都陷入了麻烦中，几人的行动毫无配合，不但帮不了天元，反而成了累赘。这下屋里屋外都彻底爆发了大乱战。就在舵机一招 AOE 技能造成了房屋的坍塌，导致混乱中的继父趁机偷袭了天元，眼看着就要被刺中眼睛了。这时炭治郎站了出来，替他挡下了这致命的一击，但这巨大的力道他还是难以抗衡，随后又被天元送出了战斗之外，并紧接着使出了阴系五之型明玄阵阵，又和继父战成了一团。而楼上舵机的绸带又想趁机偷袭天元，这时候炭治郎再一次站了出来，他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辅助天元，即使身上的伤势已经非常严重了，但也依然将刀柄和脱力的手绑在一起进行战斗。两边的对战都进入了僵持状态。而这时又有人赶到了，原来是一早被天元救下的妻子阿楚，并直接向继父抛出了大量的苦无。在继父眼里，这玩意儿即使中招也不痛不痒，但也警惕的使出了血鬼术，将苦无挡在了外面。不过战场上可还有着身为柱的天元在，即使令自己也中了苦无，天元还是抓住时机砍掉了继父的双腿，并且配合着让继父被苦无刺中了。继父这才知道，原来这些苦无是萃取了紫藤花的特制苦无，居然令他的双腿并没有立刻再生，身体也陷入了麻痹。炭治郎和天元则抓住时机，同时进攻了过来，但谁知道苦无的毒素仅仅一瞬间就被他分解了，并使出了不用武器就能发动的强力血鬼术。炭治郎又一次被天元一脚踹飞，而自己则使出了四之形，勉强挡住了攻势。但烟尘消散后，继父竟然不见了，原来是冲着屋顶上的阿楚杀去了，一眨眼就抓住了阿楚。天元这时候又被舵机的绸带拦住了，眼看着妻子就要丧命了，强大如他也发出了无力的嘶吼。难道就这样约定相守一生的妻子就要在这里与自己分开了吗？就在这千钧一发间，炭治郎融合了水之呼吸和火神，划出了一道水火相交的弧线，砍断了继父的手，将阿楚救了下来。这样的融合攻击要强于水之呼吸，持续时间也长于火神。炭治郎成功做到了呼吸法的混用，就像那些分门别类的呼吸剑士一样，演化出了最适合自己的呼吸招式。此刻也容不得他深思了，继父又杀了过来，但天元这时也摆脱了绸带，赶到了，一边要将继父斩首，一边也在向炭治郎表达自己的谢意。眼看着另一边就要斩首了，猪头和善意也要加快速度了，必须让两边同时斩首。炭治郎也配合着砍向继父的脖子，但一股力量强行止住了两人的刀。继父的速度太快了，还是挡下了这致命一击。而天元另一把刀也发起了对他后颈的攻击，但谁知道继父竟然将头扭转了180度，用嘴咬住了刀，并紧接着又使出了回旋攻击。天元为了保护炭治郎，将继父拽下了屋顶。来不及担心天元，屋顶上舵机的攻击就杀了过来。猪头和善意还是挡不住舵机，于是便让炭治郎先来帮他们，合三人之力先砍下舵机的头。身后的阿楚也不拖累几人，先撤退了。这时候猪头率先使出兽系八之形爆裂猛进，直接杀向了舵机，而一旁的炭治郎则使出了水系三之形流流乱舞，和一旁使出雷系一之形霹雳一闪八连击的善意，为猪头开辟出了一条斩首之路。而猪头也成功杀到了舵机的眼前，紧接着一招六只牙参差啃噬，成功将舵机斩首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猪头一把抱起舵机的头就要跑路了，这样应该就能延缓舵机的再生。可谁知道继夫竟然一瞬间出现在他背后，并一刀刺穿了猪头的胸口，炭治郎整个人都要崩溃了。原来楼下的天元已经倒在了地上，其左手都被砍断了，而正面猪头也被刺穿胸口。战场上瞬息万变，绸带攻击又杀向了他。此时善意也站了出来，替他挡下了这一招。随着房屋的坍塌，场面上猪头、天元、善意都已经生死未卜。炭治郎也被继夫抓住头发，狠狠地嘲讽他，羞辱他，并想将炭治郎也变成鬼，这样就和他们俩一样是鬼兄妹了。但他和祢豆子永远都不会成为他们那样。炭治郎鼓足勇气，一头撞向了继夫，将继夫撞得失去了平衡，并趁机将阿楚留下的苦无刺中了他。再一次用断掉的手举起了刀，无比坚定地向继夫砍了下去。这场战斗他一定要赢。这时屋顶上的舵机就要动手帮忙，但一道快如闪电的身影拦住了他。浑身是血的善意再一次站了出来，他赌上性命也要抓住炭治郎制造的绝佳机会，并且这一次直接使出了他目前只能使用2次的绝招霹雳一闪神速。第一次用来逃离瓦砾堆，这一次是最后的机会。
另一边的炭治郎同样也在拼尽全力，但力量还是不够，又被继父的血鬼术挡下来了。而此时的继父也异常愤怒，以最快的速度就要杀掉炭治郎。就在这时，天元竟然也出现在炭治郎眼前，又一次救了他。原来并没有被补刀的他，用肌肉强行停止了心跳，以此延缓了毒素的扩散，这才活到了现在。可失去了左手，并且剧毒就快扩散全身的他，也扛不住多久了。斩首的任务还是得由炭治郎来。尽管继父一招上挑刺穿了他的下巴，但这一刀他还是砍了下去。炭治郎知道仅仅拼尽全力还不够，必须要超越极限。这时候没人注意到炭治郎额头上的伤疤正在慢慢的变成红色。此时的炭治郎已经逐渐踏入了另一个境界，这一刀狠狠地砍进了肉里，继父就要被斩首了。这一刻他还是觉得没关系，因为只要妹妹不翻车，问题就不大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善意还未砍下舵姬的头，但舵姬的攻击就要将他撕裂了。关键时刻，猪头也重新加入了战斗，原来他并没有被刺中心脏。他们三个人全都赌上了性命，在这一刻使出了超越极限的力量。最终同一时间，舵姬和继父太郎人手分离，终于被斩首了。但就在炭治郎松了口气的时候，他仿佛听到天元在向他说着什么，原来是让他快逃。只见继父的体内瞬间发射出大量的黑色漩涡，这是他最后的临死反扑。天元再一次救下了炭治郎，战斗终于结束了。天元的妻子们都赶来了，这艰难的一战令他失去了左眼和左臂，并且毒素已经在他体内蔓延开来，过不了多久他就要牺牲了。另一边，醒来的祢豆子背着炭治郎找到了醒过来的善逸，善逸的情况还好，但一旁的伊之助已经快不行了。虽然那一刀没有刺中心脏，但毒素也已经在他体内扩散。此时的炭治郎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，但上天终于眷顾了他们一次。只见祢豆子向伊之助使用了暴血，毒素正在被渐渐分解。没过一会儿，猪头就成功醒了过来，两人一把抱住猪头，高兴的差点又勒死他。另一边，天元的妻子看着正走向死亡的天元，也哭得撕心裂肺，就连躺在地上的天元想说句遗言都插不上话。这时候萌萌哒的祢豆子走了过来，推开了吵闹的妻子，也向天元使出了暴血，妻子差点没吓晕过去。这人都还没死就要火化了吗？但紧接着天元脸上的毒斑就全部消失了，他也成功活了下来。妻子们激动的上前抱住了他。最终这场激战以死掉一些普通人以及因助天元损失一手一眼为代价，不算圆满的结束了。而废墟里被斩首的上六兄妹在即将消散的时候，还在不停的争吵，都在埋怨对方不中用。骂上头的舵姬甚至说道：“你这样的丑八怪，才不可能是自己的哥哥。”这样的话语像刺一样插在继父的心里，他也开始咒骂起妹妹，骂她不中用，每次都要自己来擦屁股。但接下来的话被炭治郎打断了，看着只有彼此相依为命的他们，就像他和祢豆子一样，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就不要再埋怨对方了。看着先一步消散的舵姬，继父本能地喊出了他的真名小梅。他终于想起了过去的事情。出生在花街最底层的他们，一人以继父为名，另一人以取走妈妈的性病为名。因为长期饿肚子导致骨瘦如柴的继父，成天被嘲笑和殴打，仿佛世界上所有粗鄙之语都是为了他而编撰出来的。饿了就吃老鼠、虫子充饥，直到小梅的诞生，就像老天可怜他而送给他的礼物。两人都将对方视为了彼此的唯一，直到有一天，长相貌美的小梅不愿顺从客人的意愿，出手捅瞎了客人的左眼，最后惨遭报复。当继父赶到时，小梅已经被活活烧死了，并且这些人还要动手将她也除掉。这个世界果然是恶人得势，就连他生命唯一的意义都要夺走。他动手杀掉了这些人，接着眼前出现了一位神秘人，告诉他可以帮助他们兄妹，所以他便带着妹妹变成了鬼。最后自己内心最放不下的还是妹妹，要不是因为自己长相貌美的妹妹一定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也是因为自己告诉了妹妹在别人掠夺之前就要先下手为强，才导致了这样的结局。此时继父的眼前一片漆黑，这是要下地狱了。但身后的小梅叫住了他，看着依旧很黏自己的妹妹，继父很下心让她别跟着自己，但小梅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埋怨过哥哥，她还以为是自己最后骂了哥哥是丑八怪，这才令她生气的，所以在不断的向哥哥道歉。继父愣住了，
但还在让他去另外一边，别再跟着自己了，那样或许就会有更好的人生。小梅听到这话，直接向他冲了过去，一把跳到了他的背上，并嘶喊着不管转世多少次，我都只做继父哥哥的妹妹。这一刻，继父仿佛看到了两人曾经许下的誓言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两人都要永远在一起。就这样，继父背着小梅走向了新的人生，或许下辈子生活也很艰辛，但他们一定会并肩走下去，就像炭治郎和祢豆子一样。送走了这对苦命的兄妹俩，任务也算结束了。蛇柱小八内这时也赶到了，看着伤成这样的天元，并已经决定退居2线了，他却不同意了。眼下炼狱刚走，天元又负伤退出，这对9柱战力可是致命的打击。但天元却笑了，因为没关系，老一辈有人退出，新一辈也正在茁壮成长。炭治郎几人就这样围住了祢豆子，在丽姐晕倒前都为祢豆子撑起了一片遮阳伞。总部一边收到成功击杀上弦鬼的消息后，主公也非常的高兴，这持续了100年的僵局终于要打破了。但他的病情也变得越来越重，也不知道能否坚持到那一天的到来。而在鬼王的老巢，收到上弦6身亡的消息，鬼王无惨召集来了其他上弦鬼：上弦之5玉狐，上弦之4半天狗，上弦之3一窝座，上弦之2铜帛，以及上弦之1黑死木。鬼王无惨对上弦的战败很不满意，但随后玉狐便表示自己掌握了鬼杀队的一个重要情报，此次任务很重要，所以鬼王便命上4和上5一同前往。这个秘密任务究竟是什么呢？而接下来炭治郎几人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？那么到这里，吉原花街篇全部内容就结束了，下篇将是同样精彩的刀匠之村篇，简介区也有其他篇章的解说通道。另外，因为上一期视频突然就有很多小伙伴给麒麟充了不少电，在这里麒麟向各位表示感谢。其实只要有你们的观看和3连，麒麟就有用不完的电，爆不完的肝，所以只需要你们的3连加关注，就是对麒麟最大的支持哦。最后需要 BGM 的可以关注麒麟同名网易云，也可以扫描上方的2维码加入麒麟的交流群，便能获得最新视频的更新消息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